大家好，我是丽姐，欢迎大家来听相亲故事，感谢大家的订阅。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让人啧啧称奇的婚恋故事，说的是一位大陆名校毕业的高材生，嫁给了台湾一位农民，婚后的变化让所有人都看傻了。这个故事告诉我们，爱情的力量是无穷的，也让我们看到了两岸婚姻中的酸甜苦辣。故事的女主角叫林月，毕业于北京一所著名大学，研究生学历，在某知名互联网公司工作，年薪30多万。男主角陈志明是台湾南部一个小农村的果农，家里世代种植芒果，两人的相遇完全是机缘巧合。那是3年前的冬天，林月参加公司组织的台湾旅游团，来到了台湾南部的一个小村庄。当时因为下雨，团队的大巴陷入了泥地，动弹不得，正好被附近采收芒果的陈志明看到了。陈志明二话不说，开着自家的小货车，把大家拉到了安全的地方，还热情地邀请大家去他家的果园参观。当林月踏入陈志明的果园时，被那里的景色深深吸引了。层层叠叠的芒果树，空气中弥漫着甜甜的果香，还有远处连绵的山脉，让她这个城市姑娘感到无比惊艳。更让她意想不到的是，这位看起来朴实无华的果农，居然是台湾农业大学的高材生，还是当地有名的青年农民代表，研发了多种改良版芒果，获得了不少奖项。你们大陆人是不是以为台湾农民都很穷啊？陈志明笑着问道。我们这边的农业其实很精细的，不是你们想象的那样。林月被他的自信和幽默吸引，两人交换了联系方式。回到大陆后，他们通过网络保持联系，慢慢的，一段跨海恋情就这样开始了。然而，当两人决定进一步发展关系时，双方的家人却都极力反对。林月的父母是典型的北方知识分子，在他们看来，女儿辛辛苦苦读书，好不容易在大城市站稳脚跟，怎么能嫁给一个台湾农民呢？你知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林月的妈妈激动地说，你一个研究生，嫁到台湾去种田，脑子被驴踢了吗？林月的爸爸则担心女儿被骗，现在两岸婚姻诈骗案多得很，你确定他不是冲着你的钱来的？而陈志明的家人也同样忧心忡忡，他的父母担心林月这个大城市姑娘会看不起他们的农村生活，更担心她无法适应台湾的风俗习惯。大陆妹子不都是冲着我们台湾的户口来的吗？陈志明的二姑在家庭聚会上直言不讳，等拿到身份证人就跑了。陈志明的母亲则担心文化差异，你们价值观不同，语言也有差别，婚后肯定会有很多问题。而林月自己心里也忐忑不安，她担心自己会被欺负、被歧视，也怕陈志明只是玩玩而已，不是真心的。更重要的是，她不确定自己能否适应台湾的生活方式。我们那边的生活节奏很慢，可能和你们大陆的快节奏生活不太一样。陈志明曾经这样告诉她，你确定你能适应吗？林月确实很犹豫。作为一个事业有成的大陆女性，她习惯了北京的快节奏生活，习惯了都市的繁华与便利，而台湾南部的农村生活对她来说是完全陌生的。但爱情的力量是伟大的，经过1年多的跨海恋爱，无数次的视频通话和几次实地探访，林月和陈志明决定打破阻碍，携手共度一生。在所有人的反对声中，林月辞去了高薪工作，告别了北京的繁华生活，带着满腔的爱意和对未来的憧憬，嫁到了台湾南部的小农村。婚礼很简单，但充满了两地的特色。林月穿着鲜红的旗袍，陈志明则是一身正式的西装。两人的父母虽然心中仍有顾虑，但看到子女的坚决，也只好默默祝福。婚后的日子并不像童话故事那样一帆风顺，林月面临着巨大的文化冲击和生活方式的转变。首先是语言的障碍，虽然两岸都说中文，但台湾的口音和用词习惯与大陆有很大差异。林月常常听不懂村里人的闽南语，也经常因为用词不当而闹出笑话。我们这边说卫生纸，你们那边叫面纸；我们说垃圾桶，你们说废纸篓；我们说手机，你们说大哥大。陈志明常常笑着纠正他，
其次是生活习惯的不同，大陆的生活节奏快，效率至上，而台湾南部的农村生活慢悠悠的，做什么事都不着急，这让习惯了争分夺秒的林月很不适应。还有就是饮食习惯的差异，台湾的饮食偏甜，而林月习惯了北方的咸食。陈志明家的饭菜对他来说总是太甜了，而他做的饭对陈志明一家来说又太咸。最让林月难以适应的是台湾农村的人际关系，村里人都很热情，但也很八卦，他的一举一动都在村里人的眼中，随时都可能成为茶余饭后的谈资。听说了吗？那个大陆来的新娘，据说以前是大公司的经理呢，现在却天天在田里干活，也不知道是真是假。我看她就是来镀金的，等拿到台湾身份证就会跑路。这些议论让林月很受伤，但她选择用行动来证明自己。婚后的3个月，林月的变化让所有人都大吃一惊。首先，她学会了闽南语的基本对话，能够和村里的老人聊上几句。她还特意学习了台湾的流行语和俚语，这让她更容易融入当地的生活。阿嬷，您吃饭了吗？今天我买了您最爱的凤梨酥。林月用生涩的闽南语问候陈志明的奶奶，老人家听了乐开了花。这个媳妇真的很有心，比那些台湾妹子还懂事。其次，林月积极参与果园的管理工作，她利用自己的互联网工作经验，为陈志明的果园建立了网络销售渠道，开设了网店，将台湾的优质芒果卖到了大陆的各个城市。我们台湾的水果品质真的很好，但很多大陆的朋友不知道怎么买到正宗的。林月说，我想做一个两岸的桥梁，让更多人尝到真正的台湾好水果。在他的努力下，陈志明的果园销售额翻了3倍，成为了当地最成功的农业企业之一。同时，林月还积极参与当地的社区活动，他组织了村里的妇女学习互联网知识，教他们如何使用社交媒体推广自己的农产品。他还和村里的年轻人一起策划了一个农业体验活动，吸引了很多城市游客来到这个小村庄。我们村以前很少有外人来，现在每个周末都有旅游团，村里的经济越来越好了。村长感慨道。不仅如此，林月还特意学习了台湾的传统节日和习俗。在端午节，她和婆婆一起包粽子；在中秋节，她学会了制作台湾特色的月饼；在新年，她跟着全家人去寺庙拜拜。妈，这是我从网上学的台湾粽子的做法，您看看对不对？林月小心翼翼地请教婆婆。婆婆看着她的努力，心中的疙瘩渐渐消失。你比我们台湾本地的女孩还要懂事，志明娶到你真是他的福气。而最让人惊讶的是，林月并没有因为嫁到农村而放弃自己的事业追求，她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在村里开设了一个小型的工作室，远程为大陆的公司提供咨询服务，同时也为当地的农民提供市场分析和销售建议。我觉得现在的生活很充实。林月对前来采访的记者说，我既能保持自己的职业发展，又能和爱人一起打造我们的家园，这种平衡让我感到非常满足。短短3个月，林月就从一个被质疑的大陆媳妇变成了村里的红人，她的故事传遍了整个镇子，甚至登上了当地的报纸。大陆新娘助力台湾农业发展，跨海婚姻的成功典范，这些报道让陈志明的家人感到非常自豪，而陈志明看着妻子的变化，也感到无比惊讶和感动。我原以为他会很难适应这里，甚至做好了他想回大陆的准备。他说，但他不仅适应了，还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好。林月的故事在当地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也让我们看到了两岸婚姻中的那些不为人知的挑战和收获。有一天，林月正在果园里忙碌，突然接到了母亲的电话。月月，你真的过得好吗？电话那头，母亲的声音充满担忧。我看到你发的照片，你晒黑了好多，手上都是茧子，妈妈心疼啊。林月笑了笑，妈，我真的很好，这里的阳光很充足，晒黑是正常的。至于手上的茧子，那是我的勋章，证明我不是温室里的花朵。那你的工作怎么办？你读那么多年书，难道就这样浪费了吗？母亲还是不死心。妈，我现在依然在做我喜欢的工作，
只是换了一种方式。林月耐心解释，我建立了自己的工作室，既可以为知名的果园出谋划策，也能远程为大陆的公司提供咨询。这样的工作方式让我能兼顾家庭和事业，我觉得很满足。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只要你过得好，妈妈就放心了。母亲最后说。挂了电话，林月看着眼前郁郁葱葱的果园，心中涌起一阵幸福感。她想起了刚来台湾时的种种困难，回想起自己是如何一步步克服的。刚来台湾的第1个月，林月几乎每天都在哭。陌生的环境，陌生的人，陌生的生活方式，一切都让她感到无所适从。她甚至开始怀疑自己的决定：我真的能在这里生活下去吗？她常常这样问自己。在台湾的传统农村，女性的角色往往被定义为照顾家庭和子女，而林月，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现代女性，很难接受这样的角色定位。陈志明的大姑甚至直接对她说，嫁过来就要听我们的规矩，你那些大陆的想法在这里行不通。这让林月感到很受伤，她想要保持自己的独立性，也想要融入新家庭，这种矛盾让她常常失眠。幸运的是，陈志明是个体贴的丈夫，他理解林月的困难，给了她足够的空间和支持。我娶你是因为爱你这个人，而不是希望你变成别人。陈志明常常这样安慰她，你有自己的想法和追求，这正是我爱你的原因。有了丈夫的支持，林月开始主动尝试融入当地的生活。她不仅学习当地的语言和习俗，还积极参与社区活动，结交新朋友。林月发现，台湾的农村生活虽然简单，但却有着自己独特的魅力。这里的人们生活节奏慢，但活得很真实。这里的人际关系复杂，但情感却很纯粹。她也渐渐理解了台湾人的价值观。在台湾，人们更注重生活的质量和人际关系的和谐，而不仅仅是追求物质上的成功。这与大陆的快节奏、高压力的生活形成了鲜明对比。在大陆，我们总是在追求下一个目标，永远不满足。林月对陈志明说，但在这里，我学会了享受当下，感受生活的美好。慢慢的，林月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位置。她不再是那个仅仅为了融入而努力的大陆媳妇，而是一个能够在保持自我的同时，也能为新家庭和社区做出贡献的人。她每天早上5点起床，帮忙照顾果园，上午在自己的工作室远程办公，下午和村里的妇女们一起参加各种活动，晚上和丈夫一起规划未来。我觉得我的生活比以前更充实了。林月常常这样感叹，在北京，我每天都在为工作忙碌，却没有时间真正生活。而在这里，我找到了工作和生活的平衡点，分享给这里的每一个人。林月说，这就是我能为这片土地做的贡献。2年后，林月和陈志明迎来了他们的第1个孩子，一个健康的男孩。他有我们2个人的血液，也有两岸的文化。林月抱着孩子说，我希望他能成为一个桥梁，连接两岸的情感和文化。林月给孩子取名为陈桥，寓意为连接两岸的桥梁。我会教他大陆的语言和文化，也会让他了解台湾的传统和习俗。林月说，我希望他能够同时拥有两岸的文化根基，成为一个真正的两岸人。林月的故事告诉我们，婚姻不仅是2个人的结合，更是2个家庭、2种文化的碰撞和融合。在这个过程中，双方都需要理解、包容和尊重。对于台湾和大陆的婚姻来说，文化差异是一个不可避免的挑战。但是，如果双方能够互相尊重、相互学习，这种差异不仅不是障碍，反而可以成为婚姻的调味剂，让2个人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林月和陈志明的故事不仅是一个爱情故事，更是一个跨文化交流的成功案例。他们用自己的行动证明，爱情可以跨越海峡，文化可以相互融合，两岸人民可以共同创造美好的未来。我们的故事可能不是最轰轰烈烈的，但它是真实的，是充满爱和希望的。林月在她的网络日记中这样写道，我希望我们的经历可以给那些正在考虑跨海婚姻的人一些启示和鼓励。林月的变化不仅让她自己的生活更加充实，也给陈志明和他的家人带来了新的视野和机遇。他的故事告诉我们，
真正的爱情不是要求对方改变自己，而是在保持自我的同时，共同创造一个更好的未来。我嫁到台湾不是为了放弃自己，而是为了在这里找到另一种可能。林月说，在这个过程中，我不仅没有失去自我，反而发现了更多的可能性。林月的故事也证明，两岸婚姻虽然面临着许多挑战，但只要两个人真心相爱，互相尊重，就能克服一切困难，创造属于自己的幸福。作为一名从事婚恋服务多年的红娘，我常常被问到，跨海婚姻真的能幸福吗？我的回答总是，婚姻的幸福不在于双方来自哪里，而在于双方是否有足够的爱和包容。林月和陈志明的故事就是最好的证明，他们用自己的行动告诉我们，真爱可以跨越一切障碍，创造属于自己的美好生活。而作为旁观者，我们也能从他们的故事中学到很多，比如如何在尊重对方的同时保持自我，如何在文化差异中找到共同点，如何在婚姻中实现个人价值和家庭幸福的平衡。这就是我今天想要分享的故事，希望它能给那些正在爱情路上迷茫的人一些启示，也希望它能给那些对两岸婚姻有偏见的人一些新的思考。最后，我想说，爱情没有国界，幸福也没有固定的模式。只要我们拥有一颗真诚的心，愿意为爱付出，就一定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丽姐，我们下次再见。